我活了99年，见过太多聪明人破产，他们不是输在智商，而是输在3个最简单的原则上。这3个原则简单到你会觉得我在侮辱你的智慧，但我保证90%的人一辈子都做不到，不是因为难，而是因为人性拒绝简单。人类喜欢复杂，喜欢花哨，喜欢那些听起来很聪明的策略，可真正让人致富的东西从来不是复杂的公式，而是3条连小学生都能懂的道理。问题是懂和做到是2个世界。我年轻时也一样愚蠢，我以为自己能靠聪明致富，以为只要比别人更勤奋、更敏锐、更快就能赢。后来我才明白那些都是幻觉，真正致富的人不是最聪明的，而是最能坚持简单原则的。如果你现在还在找捷径，还在寻找那个能让你一夜暴富的秘密，我劝你趁早放弃，因为那个秘密根本不存在，存在的只有3条朴素到让人失望的原则。而这3条原则，我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们的力量。我这一生看过的破产故事比成功故事还多，不是因为世界残酷，而是因为人类太容易重复同样的错误。我见过年薪100万的一生，最后连房租都付不起。我见过聪明绝顶的律师，在50岁那年一无所有。我见过自信满满的企业家，把毕生积蓄赌在一个自己根本不懂的项目上。他们都不笨，他们只是违背了3条最基本的原则。第1条原则他们不懂，第2条原则他们不信，第3条原则他们不肯做。于是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把钱从口袋里往外推。我记得在1973年股灾时，我看着满街的投资者崩溃。那些人不是输在市场，而是输在自己的贪婪、恐惧和无知上。他们借钱买股票，以为能快速翻倍，他们追逐热门，以为自己能抓住风口，他们频繁交易，以为动得越多赚得越多，结果是场一转向，他们全完了。而那些活下来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遵守了那3条原则，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更冷静。我年轻时在洛杉矶当律师，周围都是高收入的专业人士，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些赚得最多的人往往也是最焦虑的人。他们的收入很高，但支出更高，他们的资产很多，但债务更多。他们看起来成功，实际上随时可能崩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那3条原则。他们以为致富靠的是赚得多，其实致富靠的是守得住。他们以为财富来自机会，其实财富来自纪律。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其实他们只是幸运地活在好时代。一旦时代转向，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富过。我先说第1条原则，这条原则会让很多人失望，因为它太无聊了。少花永远比多赚重要，就这么简单。可笑的是，90%的人一生都在追求多赚，却从来不肯少花。他们以为收入高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结果收入越高，花得越快，焦虑越深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高收入的穷人，他们年薪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，可银行账户里永远没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生活方式当成竞赛，他们要住更大的房子，开更贵的车，穿更好的衣服，去更远的地方度假。他们的每一笔支出都在证明自己是成功的。可他们忘了一件事，表面的成功和真正的财富是2码事。我年轻时也犯过这个错，我赚了第1笔钱后，也想买点好东西，想让别人知道我成功了。但很快我就意识到，那些东西不会让我更快乐，只会让我更焦虑。因为一旦你习惯了更好的生活，你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你的欲望会跟着膨胀，你的焦虑也会跟着膨胀。你以为你在享受财富，其实你在被财富绑架。巴菲特至今还住在1958年买的房子里，不是因为他穷，而是因为他懂。他知道房子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，车子再贵也只是从 A 点到 B 点，衣服再贵也只是用来遮体。那些多余的消费不是在制造幸福，而是在制造
负担我常说，节俭不是吝啬，而是自由。当你不需要靠消费来证明自己，你就自由了。当你不需要取悦别人的眼光，你就自由了。当你知道什么是够了，你就真正富有了。可大多数人做不到，他们一辈子都在追逐更多却从来不问自己，我到底需要多少？这个问题太残酷，所以他们不敢问。因为一旦问了，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过去10年的努力都在追逐一些根本不需要的东西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50多岁，事业有成，房子车子都有，可他每个月还在焦虑，因为他的支出总是超过收入。我问他，你到底需要多少钱才够？他愣住了，想了很久说，我不知道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，所以他们永远在追，永远在焦虑，永远不满足。少华不是压抑欲望，而是看清欲望。你要明白，欲望是个无底洞，你永远填不满，但需求是有限的，你只要满足它就能安心。当你学会区分欲望和需求，你就掌握了致富的第一把钥匙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为了面子花过1分冤枉钱，不是因为我抠门，而是因为我知道面子不能当饭吃。真正的尊严不来自你开什么车，而来自你能不能在别人炫耀时依然心平气和。少花不是牺牲，而是智慧，它让你有余裕去等待，有底气去拒绝，有自由去选择。而这3样东西比任何奢侈品都值钱。所以如果你想致富，先从少花开始，不是少花一点，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你对消费的态度。问自己，这笔钱花出去能让我更自由，还是更焦虑？如果是后者，那就别花财富的第一步不是赚更多，而是守住你已经有的。而守住的前提是你得先学会不乱花。第2条原则听起来更无聊，但它是致富的核心。时间是唯一不会背叛你的朋友。人类最大的悲剧就是低估时间的力量，他们总想快点赚钱，快点成功，快点证明自己，可他们忘了，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靠速度堆出来的。我这辈子最大的优势不是智商，而是我活得够久，我没有做过什么天才决定，我只是不犯太多蠢错，然后让时间做剩下的事。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，但它有个前提，你得给它时间。大多数人等不了，他们希望今天投资，明天就看到回报，他们希望今年努力，明年就能财务自由。可世界不是这样运行的，财富的积累需要的不是爆发，而是持续。我和巴菲特几10年来的成功，靠的不是抓住什么黄金机会，而是我们一直在尝。我们买进好公司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让时间替我们工作停，起来很懒。其实那是最难的，因为人类天生讨厌无聊，讨厌等待，讨厌什么都不做。他们要行动，要刺激，要感觉自己在掌控。可在投资里，这种冲动就是你最大的敌人。我见过太多人本来买对了股票，却因为等不了太早卖掉，他们赚了50%就跑了。结果那只股票后来涨了10倍。他们不是不聪明，而是没有耐心，而没有耐心的人永远不会真正富有。我年轻时买过一家公司的股票，那家公司当时不起眼，没人关注我，持有了几10年，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定期看看财报。后来那家公司变成了行业巨头，我的投资翻了几10倍。有人问我，你怎么知道它会成功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相信一家好公司。只要持续做对的事，时间会证明它的价值。而我要做的只是不去打扰它。时间是最公平的老师，它不会偏袒天才，也不会惩罚普通人，它只奖励那些能忍耐的人。你要明白，财富不是一场短跑，而是一场马拉松短跑，拼的是爆发力，马拉松拼的是续航力。而在财富的世界里，续航力就是你能不能坚持做正确的事，不被诱惑，不被恐惧，不被噪音干扰。我常说，投资最好的策略就是买进好公司，
然后去睡觉听起来像开玩笑，但那是真理。因为市场每天都在波动，每天都有新闻，每天都有人在喊机会来了或者危机来了，可这些噪音90%都是垃圾。真正重要的东西10年才变一次，如果你每天都在行动，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巴菲特和我几十年来做的最多的事，不是买卖股票，而是坐在那里思考，等待我们，等市场犯错，等价格低于价值，等那些真正值得出手的时刻。其他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几乎没人做得到，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想做点什么，什么都不做会让人焦虑，会让人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。可在市场里什么都不做，往往是最聪明的选择。时间会筛，选掉那些浮躁的人，会淘汰那些追逐热点的人，会惩罚那些频繁交易的人，最后留下来的都是那些能坐得住的人。我记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整个市场都在恐慌。有人问我，你不害怕吗？我说害怕什么？我手上的公司还在卖产品，还在赚钱，只是股价跌了而已。股价跌不代表公司变差，只是市场在发疯。而市场发疯的时候，正是理性的人捡便宜的时候。那次危机烧，那些恐慌卖出的人再也没能回来，而那些稳稳拿着好资产的人，最后都笑到最后。这就是时间的力量，它会把短期的噪音过滤掉，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。所以如果你想致富，别急给时间一个机会，让它替你工作。你不需要每天盯盘，不需要追逐热点，不需要证明自己有多聪明，你只需要做对的事，然后等10年，等20年，等30年，等到有一天你回头一看，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，那时候你会明白，时间才是真正的财富。第3条原则是，最难的理性是人类最稀有的天赋。你以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，其实不是人类，是情绪的奴隶，只是偶尔会理性一下。而那些能长期保持理性的人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，毁在情绪上。他们懂财报，懂模型，懂趋势，可他们不懂自己。他们在市场上涨时贪婪，在市场下跌时恐惧，他们在别人赚钱时嫉妒，在自己亏钱时愤怒。他们的每一个决策都被情绪主导，而情绪是财富最大的敌人。我年轻时也有过情绪化的时刻，我也会因为市场下跌而焦虑，也会因为错过机会而后悔。但后来我学会了一件事情，绪不能参与决策。当你感到恐惧时，别卖出；当你感到兴奋时，别买进；当你感到嫉妒时，别跟风；当你感到愤怒时，别行动情绪。是信号，不是指令。它告诉你你的心理状态不稳定了，但它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。真正的决策必须基于逻辑，而不是感觉。我常说，投资不是智商测试，而是情绪测试。市场会不断测试你的恐惧、贪婪、嫉妒、傲慢，它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候逼你做出错误的决定。而那些能在混乱中保持冷静的人，就是最后的赢家。巴菲特和我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从不让情绪影响决策。我们不会因为市场下跌而恐慌，也不会因为市场上涨而兴奋。我们只看事实，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。如果没有，那股价的波动就只是噪音。可大多数人做不到他们的理性，在市场的波动面前脆弱的像纸。我记得在1973年股灾时，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声音都在发抖。他说，扎里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股票跌了一半。我问他，公司倒闭了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慌什么？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就是情绪的力量，它会让你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做出愚蠢的决定，而那些决定往往是致命的。理性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训练出来的。你要学会在情绪来临时暂停，深呼吸，问自己，我现在的感觉是事实还是幻觉？大多数时候是幻觉。市场的波动不会
改变一家公司的价值，别人的成功，不会影响你的财富。短期的亏损不代表长期的失败，可情绪会让你以为天要塌了。我见过太多人因为一次亏损就否定了自己的整个策略，他们不是输在策略上，而是输在心态上。他们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让策略发挥作用。理性的人知道，任何策略都有波动期，你不能因为短期的不顺就放弃。涨期的正确，巴菲特常说，市场短期是投票机，涨期是称重机。短期内情绪决定价格，长期内价值决定价格。如果你能保持理性，不被短期的波动影响，你就能在涨期中获胜可。如果你让情绪主导，你就会在短期的波动中把自己玩死。我这辈子最大的优势，不是我比别人聪明，而是我比别人冷静。我能在别人恐慌时保持清醒，在别人贪婪时保持警惕。这不是天赋，而是训练。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，情绪是敌人，理性是朋友。当你学会这一点，你就掌握了致富的第3把钥匙。理性让你少犯错，而少犯错就是致富的秘诀位。什么90%的人做不到？这3条原则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在想这3条原则太简单了，谁不懂？可问题不在于懂不懂，而在于做不做得到。90%的人一辈子都做不到，不是因为他们笨，而是因为人性拒绝。这3条原则少花，可人性要炫耀，要证明，要被看见，等待，可人性要立刻满足，要快速回报，要刺激理性，可人性被情绪主导，被恐惧驱动，被贪婪绑架。这3条原则每一条都在对抗人性，而对抗人性是世界上最难的事。我见过太多人听完这3条原则，点头称是，然后转身就忘了。他们回到现实，继续花钱买面子，继续追逐快速致富的幻想，继续被情绪牵逐走位。什么因为改变太痛苦了，少花意味着你要放弃很多你习惯的东西。等待意味着你要忍受孤独和怀疑，理性意味着你要和自己的情绪作战。大多数人宁可继续痛苦，也不愿改变，因为至少那种痛苦是熟悉的。我年轻时也一样，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但我做不到。我知道该少花，但我还是会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。我知道该等待，但我还是会心急。我知道该理性，但我还是会被情绪影响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它是一场持久战。你要每天和自己的本能作战，有时候你会赢，有时候你会输，但只要你不放弃，慢慢的你就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我花了几十年才真正掌握这3条原则，不是因为我聪明，而是因为我见过太多人毁在违背这3条原则上。我看着他们的悲剧，提醒自己我不能重蹈覆辙。这种恐惧让我坚持下来。所以如果你真想致富，你要问自己，我愿不愿意和自己的人性作战？我愿不愿意放弃短期的满足，换取长期的自由？我愿不愿意在别人嘲笑我保守时，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？如果答案是愿意，那你就有机会；如果答案是不愿意，那你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因为这3条原则不是给那些想快速致富的人准备的，它是给那些愿意慢慢变富、慢慢变自由的人准备的。而这种人永远是少数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成功和失败的故事，多到可以写几本书。可当我回头看，我发现一个规律成功的人都遵守了那3条原则，失败的人都违背了那3条原则，没有例外。我认识一个一生年薪很高，但每个月都月光。他开豪车，住豪宅，穿名牌，去高档餐厅。他以为这就是成功的样子。可到了50岁，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他没有存款，没有资产，只有一堆贷款。他不是赚得少，而是花得太多。他违背了第1条原则。我还认识一个企业家，事业做得很好，赚了不少钱。
可他总觉得钱生钱太慢，想找更快的方法，于是他开始炒股，做短线，追热点。一开始他赚了一些，觉得自己是天才，后来市场转向，他一夜之间亏掉了大半资产。他不是不聪明，而是等不了他。违背了第二条原则。还有一个朋友很有钱，但每天焦虑，他看到别人赚钱就嫉妒，他看到市场下跌就恐慌，他的每一个决策都被情绪主导，最后他把自己的财富全部葬送在情绪的冲动里。他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不够理性，他违背了第三条原则。相反，我也见过一些成功的人，有个退休教师，一辈子没赚过大钱，但他很节俭，他把每个月的收入存下一部分，买进稳健的分红。估计10年过去，他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决策，只是安静的持有，让时间工作到了70岁。他的资产比那些年薪100万的人还多。他不是赚得多，而是守得住。他遵守了第一条和第二条原则。还有一个工程，失收入中等，但他从不跟风别人炒股，他不动别人买房炒房，他不动，他只买自己看得懂的东西，然后长期持有。市场上涨时他不兴奋，市场下跌时他不恐慌，他就像一块石头稳稳地站在那儿。离几十年后，他的财富超过了那些整天忙碌的人。他不是最聪明的，而是最理性的。他遵守了第三条原则。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：致富不需要天赋，不需要运气，也不需要内幕消息，你只需要遵守3条简单的原则，然后坚持几十年。可大多数人做不到，他们总想找捷径，总想证明自己聪明，总想快一点，结果他们一生都在原地打转。而那些看起来笨拙、保守、无聊的人，却在时间的积累下变得富有、自由、平静。这不是奇迹，只是原则的力量。深层智慧，财富的尽头不是数字，而是自由。我活得越久，就越明白一件事：财富的意义不在于你拥有多少钱，而在于你有多自由。年轻人追求财富是为了买更多东西，中年人追求财富是为了证明自己成功。可老年人追求的不是更多，而是更少。更少的焦虑，更少的束缚，更少的不得不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有钱的穷人，他们有豪宅，有豪车，有名声，有地位，可他们没有自由。他们被债务绑架，被欲望驱使，被别人的眼光牵住走。他们以为自己在享受财富，其实他们在被财富奴役。真正的财富不是你能买什么，而是你能拒绝什么。当你能对愚蠢的老板说不对，无聊的社交说不对，虚荣的消费说不，你就自由了。而那种自由比任何豪宅豪车都值钱。我和巴菲特这辈子最大的财富不是我们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我们有选择的权利。我们可以选择和谁合作，选择做什么事，选择怎么过每一天。这种自由是金钱买不到的，它来自于我们遵守了那3条原则。少花让我们不必为了钱做不喜欢的事，等待让我们有耐心去选择真正值得的机会。理性让我们不被情绪绑架，不被别人的成功影响。我常说，财富的尽头不是奢华，而是宁静。当你终于不必为钱焦虑，不必为别人的眼光活住，不必证明自己，你就到达了财富的终点。那时候钱变成了背景音，不再主宰你的情绪。你开始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，思考、学习、陪伴、欣赏，这才是财富真正的意义。可大多数人永远到不了那里，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追逐更多，却从未停下来问我到底要什么。他们以为要的是钱，其实要的是安全感。他们以为要的是成功，其实要的是被认可。他们以为要的是自由，其实要的是不被恐惧控制。可这些东西都不是钱能买到的，他们只能通过内心的平静，通过理性的思考，通过对欲望的克制，慢慢获得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不是我赚了多少钱，
而是我活得足够久，看清了这一切。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，不再需要比别人更富，也不再需要追逐下一个机会。我只需要每天醒来，知道自己可以自由地思考，自由地选择，自由地生活。那种自由是我用一生换来的，而那3条原则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。给年轻人的忠告：别急，慢慢来。如果你还年轻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我没时间，慢慢来，我要快点成功。可我得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越想快的人越慢，越急着证明的人越容易失败。我年轻时也急过，我以为自己能靠聪明和努力快速致富，可后来我发现那些真正富有的人都不急，他们慢慢积累，慢慢等待，慢慢让时间发挥作用。而那些急着证明自己的人，往往在中途就摔下来了。我常说，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学会不急，不急着赚钱，不急着成功，不急着证明，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。你只需要做对的事，然后等10年，等20年，等30年，等到有一天你回头一看，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。可大多数年轻人等不了他们，希望今天努力，明天就看到结果。他们希望今年投资，明年就财务自由。这种心态注定了他们会失败，因为财富不是这样积累的。财富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，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正确选择，而那些选择往往是无聊的、缓慢的、不起眼的。你不会在新闻上看到他们，也不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们，可他们会在几十年后开花结果。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很简单：少花钱，多存钱，买进好资产，然后忘记它。不要每天盯着账户，不要追逐热点，不要被别人的成功影响。你只需要做对的事，然后给时间一个机会。我保证，如果你能坚持30年，你会感谢今天的自己，因为那时候你会拥有真正的自由，而那种自由是任何捷径都换不来的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破产，也见过太多普通人致富。他们的区别不在于智商，不在于运气，而在于他们是否遵守了那3条原则。少花，让你有余裕去等待，等待让时间替你工作理性，让你少犯错。这3条原则简单到让人失望，却有效到让人震惊。我用了一辈子去证明他们的力量，现在我把他们交给你。如果你能遵守他们，自己10年后你会成为那个少数的真正富有的人。如果你违背他们，你会成为那个多数的一辈子焦虑的人，选择在你手上。而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，慢就是快的最高形式，少就是多的真正意义。理性就是自由的唯一道路。记住这3条原则，你就赢了；忘记他们，你就输了，就这么简单。